李现、杨紫再度同台，两人齐齐更博官宣，赵丽颖也同时加盟。众所周知，在最近一段时间里，胡一天2部剧连播可谓是让一系列的粉丝们看得大呼过瘾了。而在2部剧中，胡一天与李一桐主演的《我的时代你的时代》更是让人忍不住露出了姨妈笑。话说，大家等了那么久，在韩商言和童年之后，吴白和爱情总算是展开了甜甜的恋爱了。而让人更惊喜的是，大家最近不仅能在电视剧中看到韩商言和童年，就在今天，李现和杨紫更是先后更博官宣，两人将同时加盟2022微博之夜盛典。要知道，每一年的微博之夜盛典都是亮点极多的，如今杨紫和李现久违的同场亮相，想想都是让人激动呀。当然，作为一场盛大的晚会，加盟的大咖当然是不少的。这不，在李现和杨紫之后，像白宇、赵丽颖等人也是接连更博官宣了同时加盟2022微博之夜盛典的消息。仅仅是凭借着李现、杨紫、赵丽颖等大咖的名气，2022微博之夜盛典就已经是备受大家的期待了吧？不知道在时隔多时之后，杨紫和李现这一对好友再度同场，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焦点、热点呢？之前杨紫因为工作太忙而缺席颁奖晚会的时候，李现还为杨紫领过奖。这一次两人齐齐亮相，期待两人的再度相聚吧。那么，对于李现、杨紫、赵丽颖等人同时加盟2022微博之夜盛典，你期待吗？02。虽然李现的穿搭有点像老干部，可型男魅力却不减，看着还很帅。说起现在的西装，大概是可以用精致、简洁与大方来形容，而不管是男生的西装还是女生的西装，在穿搭上都不是很单调的，反而更能衬托出穿搭的气质与时尚感，同时也会显得很别致。而针对西装本身而言，这个在穿搭上极具优势的服装单品，似乎不管怎么穿，都会显得很好看，同时还能凹出时髦的造型，显得很有腔调。尤其是男士西装，虽然款式比较简单，也没有太多的设计感，但是也比原本的西装多了一些气质感，穿搭上也显得很精致。所以，小编也从来没有觉得如今的西装是很单一的，相反它很大气沉稳，能够将男士的气质与质感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从视觉上看也很帅气。而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中，由于男士的服装比较单一，那么西装就被很好派上用场，不管是加上元素修饰的，还是简简单单的纯色系列，都会显得很洋气，也很自然。所以，在很多的明星穿搭中，你都能发现关于西装的身影，而它不管与什么的样的单品结合，穿着上都很好看。就像李现的穿搭那样，一袭黑色西装加身，版型简洁大方，穿搭也显得很干脆。虽然在服装上也没有用太多的元素修饰，但是简简单单也不失为一种高级感，上身很酷。因此也能够看出，李现真是型男圈里的代表，穿老气西装都不俗，配花衬衫更加分，而且还能展现出成熟气质，看着也很利落。李现的穿搭分析，从整体的服装上来看，虽然纯色系列的西装会给人一种很枯燥的样子，穿起来也不会有太多的紧致感，但是合理的剪裁加得体的设计，总是能够展现出更多的魅力与时尚感，穿搭不庸俗。微宽松的西装加微宽松的长裤，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穿出时髦的氛围，重点也不挑人，即使微胖型穿搭都很好看，毕竟色彩为深色，驾驭起来也不难，所以几乎怎么穿都是好看的。此外，印花衬衫的加持也能摆脱服装的枯燥感，不过虽然是大面积印花修饰，但是由于色彩比较基础，为深色系，所以也不会产生出太多的违和感，相反更能塑造出魅力，展现出气质。同时花哨的内搭也能一扫深色系服装的单一性，从视觉上看，雅痞绅士还带着小腔调，看着也不老气。关于西装的选择，对于西装来说，其实不是所有的场合下都要选择纯色系列，只是说要在一些正式或者活动场合中穿，会有种很庄严与隆重的感觉，衬托出整个人的气质与气场。但是要在生活中穿，大家也可以选择小西装或者偏休闲类的西装，版型上可以大一码或者选择廓形，
以及用一些元素修饰，都是很 OK 的，既能打造出型男 or 潮男形象，还能塑造出穿搭的魅力。从视觉上看，既不单调，还能带来时髦的效果，穿着也很别致。虽然西装的穿搭方式有很多，但是小编依然比较喜欢成套穿的效果，这样不仅省时省力，还能凹出时髦的造型，重点也很简单便捷，尤其是在忙碌的早上，或者对于上班族来说，成套穿真的太方便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活动场合中，成套穿也很有魅力，所以也能看出，虽然李现的穿搭有点像老干部，可型男魅力却不减，看着还很帅。关于不同西装的穿搭展示，不得不说，现在的西装形式真的有很多，重点面料也变得多种多样。例如黑色的粗花呢西装，视觉上偏小香风的效果，既能打造出优雅与腔调，穿搭上也很美观。在服装上用印花修饰，也带来吸睛与焦点，搭配白色衬衫以及黑色长裤，就是很基础的穿搭，但是却能塑造出干练与简洁感，展现男士风采。相比较黑色西装来说，白色西装更多了几分简洁与大气感，而且看上去也比较清爽，搭配修身的版型以及一字扣，不会显得很枯燥，反而更精致。内搭衬衫，下身搭配黑色长裤，穿搭上既有魅力，还能塑造出韵味，而且黑白搭配也很有视觉感，显得经典又迷人。很多人喜欢西装，大概是喜欢它的简洁与时尚感，同时穿搭上也很自然。但是如果你觉得深色系西装比较枯燥，不妨选择卡其色，虽然也是基础色，但是穿起来的魅力却不相同。简洁的版型加上双排扣的设计，穿搭上优雅还挺刮，搭配印花衬衫以及酒红色长裤，撞色的样子很吸睛，既适合在活动场合中穿，也适合在日常穿，都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哦。03杨紫乔欣久违同框，杨紫一路挽着乔欣的手臂同行，尽显姐妹情深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日思夜想的小编，我很高兴各位看官在百忙之中点开这篇文章，小编每天都会不留余力为各位推出文章。在娱乐圈内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奇闻趣事，相信大家都有着自己每天都想见到的爱豆吧。每个明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段往事，也有最近发生的一些趣事，在这里小编都会推送给各位，所以请每天来转悠转悠，总能发现你想知道的一些明星趣事，也很可能会看到自己爱豆的一些故事哦。如果对文章内容满意的话，请各位看官多多关注小编，在这里祝大家天天好心情。7月1日，杨紫和乔欣录制综艺节目《你好星期六》的路透社照片在网上曝光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合影了，不禁梦想着欢乐颂。现在他们把友谊持续到戏外，绝对不是姐妹情。当他们录制节目时，他们都紧紧地相互靠在一起，就像连体婴儿一样。他们可能很久没见面了，有很多说不完的话。大约节目是在排练中，乔欣的衣着很随意，秀发很随意，杨紫穿着很朴素，扎着2条马尾辫，看上去很动感，很讨人喜欢，两人都笑得很开心。杨紫看到乔欣的手机，不知道正在商量什么。之后，他们下班后在网上曝光了路透社的照片。这时，两人都化了漂亮的妆，穿得更多。一路上，杨紫挽住了乔欣的胳膊，同行业。这么多大牌明星都在录制这个节目，安迪之和乔欣合影了好几次，说明他们的影响真的很铁。不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时间是去干什么？节目中聚在一起的杨紫和乔欣，基本上一起吃了一碗面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采访中被问及圈里好朋友，在话题讨论中，两人都会果断地说出彼此之间的名字，并说他们应该成为彼此之间唯一的一个姐妹。此外，无论是杨紫生日还是乔欣生日，他们都会写一些文章来庆祝彼此的生日，充满了仪式感。现在乔欣的行业也逐渐上升，最近她仍在节目中频繁出现，三观非常正能量，深受网民的喜爱。真正的好朋友是一起进步啊！